如果问什么样的女生最讨人喜欢，我觉得她通常是耐看型。虽然没有第一眼就惊艳的外表，却总能给人干净舒服的感觉。她不会刻意去凹所谓的可爱人设，但相处久了就能发现她的有趣之处。这么难抓，以后就叫你泥鳅好了。她会给玩偶取稀奇古怪的名字，每次刷到她的朋友圈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。她知道边界感的重要性，我帮你送吧，不喜欢轻易麻烦别人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不会给人窒息感。她的精神世界丰富且充实，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辨别是非的准则。你一个女孩子天天出差多累呀，还不如回来当老师呢。放心妈妈，我心里有数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即使是一个人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。刚下飞机，怎么这么快就想我啦？除了工作外，她也有自己。己的爱好。先不管技术如何，但至少态度是专业的。除此之外，她笑点还很低。你快听这个人唱的，笑死我了。唱歌必跑调，其实人家唱的也跟你差不多嘛。哎呦呦，还特别爱记仇。不过有时候这种女生记性也不好，白天还喊着要减肥，一到晚上就管不住嘴。怎么越说越不对劲儿啊？我是问你什么样的女生最讨人喜欢，又没叫你拍马屁。这都是肺腑之言好吧？再说了，喜欢又不是讨来的，每个女生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管别人喜欢什么样的，反正我就喜欢你这款。2周年快乐！怎么想到给我买手机啊？这是1+11木星岩限定版，每一款的纹理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你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星辰。而且你不是喜欢拍照吗？它的哈苏人像摄影色彩还原更真实，有了它，就算是你也能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。就算是我，所以你是嫌我技术菜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哎呦，轻点儿，疼！后面那个女生太黑了，要不要打个光？不用了，就这样吧。黑皮女生到底有多难？哈哈，这不是煤球吗？黑蛋儿来了！不仅从小就被起各种外号，衣服一旦穿错颜色，还会秒变国际友人。哟，打算什么时候回非洲啊？就连合适的粉底色号也很难买到。唉，长期以来的自卑让变白成了我的执念。每天早晚外敷黄瓜和芦荟，还要内服维 C、维 E、维 B6，就连奶茶饮料也通通换成了柠檬水。即使38度高温的夏天，也必须全副武装。可在强大基因的阻碍下，我也只是从黑巧进化成了生巧。本以为这辈子和美丽无缘，直到部门来了位新同事。其实一直很想问你的，为什么同样是黑皮，却从来没见你烦恼过？周末跟我去个地方，你就知道啦。嗨 ，Hello， 哎，和他们一比，是不是小巫见大巫了？怎么不下去玩啊？啊，我不行的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就这样稳住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是挺好的啊。为什么你经常冲浪风吹日晒的，皮肤还能这么好啊？因为我一直在用迪奥玫瑰小粉钻精华修护，它含有的格兰维尔玫瑰花净复合精粹，可以在晒后倍速修复肌肤，还有22种玫瑰微营养，能促进细胞新陈代谢，提高细胞活力，自己变得强韧了，当然就不怕外界的伤害了。那天起，我爱上了户外运动，健康成了追求的第一顺位，也开始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却没想到收获了更多的赞赏。现在好流行小麦色啊，我都想去美黑了。别冲动啊，你们都知道我是天生的。也是在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光的颜色从来都不止一种，真正耀眼的不是那副精雕细琢的皮囊，而是那颗活出自我的心。徐夏尔将要在今天对被告提出离婚诉求。我们相识于2016年8月14号，在2019年5月20日登记结婚，有着一样的兴趣爱好，生活习惯相差甚远。即使经历过异地，他也总是拒绝沟通，能够坚定地选择彼此。在外还有不正当关系，吵架时也会向着我拳脚相加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有了自己的小家，房贷一直都是我在偿还。
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父亲，对女儿的成长从不过问。希望在大家的见证下结为夫妻。恳请法官给予离婚判决。新郎，你是否愿意娶徐夏儿为妻？无论贫穷或富有，无论痛苦或疾病。我愿意。北哥，你是否同意原告的上述诉求，解除婚姻关系？我同意。恭喜啊！哈哈哈。结婚快乐，我承认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转眼你都拿到驾照了哈。亲妈的，你就随大流开，准没错。这也太堵了吧！再说我也不想去那儿。你懂什么？那么多人都挤着去的地方，能差吗？哎，别转弯，继续往前开。别听你妈的，他都没开过车。就从右边路口下。你爸当年就是错过了，不然你就是富二代了。爸，现在和当年不一样了。你怕啥呀？不也有人通过了吗？我累了，想去副区休息一下。不行，你停了，后面的车就超过你了。你在那儿瞎捣鼓啥呢？快上路啊！你往哪儿开呢？快在前面掉头。右转，是右转才对啊！已通过区间限速区域，您仍在最优线路上。哼。还睡呢？快去上课。好的，刘老师。刘主任。当年最让我头疼的学生，如今又成了最让我头疼的下属。不仅在开会时插科打诨，一起去看电影啊，还老偷看从学生那儿没收来的小说。哪怕面对重大事件，他也没个正形。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！我怎么就没对象呢？但比起其他老师呢，他的确更擅长换位思考。那几个脸是亮灯的，给我出来！动作快点啊！愣着干嘛呢？今天收费经验是吧？就知道你们忍不住。这次高二重新分班啊，各科老师呢也会重新分配。我听说这关系到教师评优啊，分到差班可就不好了。是啊，尤其是那个6班。那就剩6班的班主任没定了。我来吧。啊？放学给我背50个单词啊，下次再晚就翻倍。特许你早读吃完，别又低血糖了啊！老谭，你别老盯着我呀，我真不是读书的料。少废话，我当年基础比你还差呢。不得不说，在他的带领下，班里的成绩确实上升了不少。直到那天晚上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之前就已经留校察看了吧？不就是开除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是他先欺负我兄弟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是讲义气吗？之前怎么答应我的？我回班上待着去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你可要想好了，这种学生留班里只能拖后腿。但他这个年纪，有我在学校盯着，总比在街上瞎混强吧。再说，你不觉得这小子跟我以前挺像的吗？哼哼，老刘，你别老盯着我啊！我真不是读书的料。少废话，快写。很多年后，他可能不会记得三角函数，可能还是考不到一个很好的大学，但他会记得，在那个时候，有个人没放弃他，所以他也没资格放弃自己。不管长大后有没有出息，至少能做个好人。咱们当老师的，除了教书这份工作，还有育人这个责任，这可是你教我的。臭小子，用得着你来给我上课啊？啊，赶紧回班上去。好嘞。好巧啊，美女，周末有空不？我在殡仪馆看到你室友了。啊？他怎么了？哎，你看照片就知道了。合作1个月后才知道，我室友不是一般的化妆师，但仔细想想，似乎一切都有迹可循。一起看恐怖片时，他总是异常淡定。你看这块烤焦的和电影里的像不像？你别说了。
还有一个从不在家打开的化妆箱，里面装着很多奇怪的工具。粉底能不能借我用下？我拿新的给你。他经常被突然叫回单位，马上到，每周还要值2次夜班，而不论多晚到家，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洗澡。最近怎么这么忙？可能是今年冬天太冷了吧，很多人都没熬过去。仿佛是看出了我的疑虑，他第一次主动聊起他的工作。就这些，你要是忌讳的话，我也可以搬走的。消除了未知的恐惧后，我还是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坚持做这行，尤其是知道了薪资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高。直到前几天，男朋友的爷爷出殡，家人申请了旁观入殓过程，看着他庄重地为老人净身更衣，凭借娴熟的修复技术，让那张饱经病痛的面容重新焕发光彩。直到这一刻，一直隐忍的家人才终于放声大哭，而我也是在哭声里才明白，生死之外别无大事。他不仅保全了逝者最后的体面，也弥补了生者未尽的遗憾。